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艳红的视频。今天呢，教大家做一个清朝的护，因为前面做过这个清朝护甲，有很多小伙伴反映说想要材料包，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出一个这个的材料包。大家可以看到，做了一个大的和做了一个小的。今天做的这个护甲呢，可能大致和这个差不多，但是有个别的花片会替换掉，因为我当初做这个的时候是用的现成的材料做的，现在很多材料已经没有在卖了，所以呢，我就是用今天现成的材料给大家配一个材料包，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戴在这两根指甲上的。所以这个材料包应该是一对，就是左右手各2个，就是4根。这个护甲呢是看起来比较的复杂，但是它做起来非常的简单，所以它是一个新手级别的材料包。大家看到做出来这么漂亮，不要觉得它就是工艺品，它其实就是一个手工制品。所以呢，就是戴去拍照啊什么的也不会心痛。我觉得这个配出来应该材料包也比较的简单。所以呢，那现在就跟随我的步伐来开始做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铜网，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张力的。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也是没有的，它必须要斜着拉，它才拉得长。所以我们的这个位置是对着这根斜线的，就是它的斜对角。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待会儿我们做的时候会更好做一些。大家如果是先拿到这个铜丝的话，然后我先剪一截哈，这一截肯定是比较长的，你会发现它是有一点弯弯扭扭的感觉。所以你拿到以后，第一步的话一定要把它捋直，因为这个扁铜丝的话，它这个应该是铝丝，因为它这个铝丝的话是真的不好，就是每次弄的时候它都会被弯曲过。所以我们每次拿到的时候都要先把它捋直，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桌子上这样子把它捋直。这个是直接把它剪掉，因为这个地方你不好弄，而且弄到饰品上的话，就是效果也不是很好。我们起头的地方在哪里？一般我们起头的地方会把它藏在我们的指头下面，藏在这里的话，它待会儿就是做的时候会更好一点，就是比较隐形嘛。因为这个接头我们也不能做到完全把它给藏住。好，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弯，最好是能平的，最好是能用手这样把它给弯过来。为什么要用手呢？因为我们的钳子会把它弄上印子，所以我们最好用手，因为手比较软嘛。这样按着一点一点的掰过来，但这个尾部好像不太好掰，这个尾部好像不太好弄。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可能会用到钳子，但是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它太急转弯了，我们手的话可能掰不过去，所以我们会用钳子。但是你们要记住的就是这里的话，一定要是平的，如果它不平的话，它也是待会儿不好弄的。好，你看这样弄过来，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弯过来，因为我好像都没有给大家演示过是怎样去弯的。尽量是一根就把它弯过来，压平，这里一定要压平，用你的手指把它压平，就是能用手指的地方尽量用手指。这个地方也跟着这里来。就很多小伙伴做到掐丝这一块哈，就很崩溃，就感觉好像那个鲤鱼的材料包，好多小伙伴都已经崩溃掉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的话，就是还是一个初级材料包，一般没有什么基础的，应该还是可以做的。做到这个接头的地方，然后这里的话，我想把它接头的地方放在中间，所以我剪一截，因为放在中间，它这个角的地方就更不容易脱了。这里要挨着这个地方。那如果像我自己戴的话，我觉得就中间这个就差不多了，因为我指头比较细嘛，然后应该做这个就差不多了。好，你看这样形状就出来了。形状出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拿出我们的入色器，抽一点掐丝胶，抽多了。这个掐丝胶你们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个掐丝胶你们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就是这里稍微一挤的话，就是这里就会有一个小泡泡，这里就有一个小泡泡，然后这个小泡泡就说明它是通的，然后你就不用再多挤了，不然的话，你抹多了它就会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就在背面，然后一点点的抹，就一点点就够了，就真的不用抹太多，一点点。抹太多的小伙伴的话，就会弄得到处都是啊。
就很丑，所以你千万不要涂多，就抹一点点，就是这个量如果是刚刚好的话，它贴出来是很漂亮的，就是刚好能够把它打湿的感觉。如果涂多了就会到处都是。这个胶的话，粘性最好的时间是在涂完以后3到5秒的时候，就是它处于半干状态的时候是粘性最好的。如果它还是那种很湿的感觉的话，它其实粘性没有那么大。好了，我们整个都涂完了，涂完了以后，前面的应该可以了，但是后面的话你就可以吹一吹。然后这个铜丝你就把拱的这一面拿来做底。粘这个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先从对角线开始粘起，就是这里。最好是按照就是这一面先粘的那个顺序来粘是最好粘的。如果你先粘后面的话，可能前面就不太好粘了。你粘好了以后呢，就把多余的铜网剪掉。在剪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铜网它边缘剪掉的地方，它有一点扎人，所以你们一定要修剪干净。这些细小的边缘一定要修剪干净，不然的话它这个有点扎人，它是比较扎人的。如果你觉得还有不牢固的地方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粘丝胶再把它给粘一遍，在背面再来固定一下，这样也可以避免这些细小的铜丝扎人。我们在等它晾干的同时呢，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大一点的。然后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然后就做了一个大的，然后我们这个小的也差不多晾干了。按照自己的指头，然后来弯曲它的弧度，把刚开始这个地方包过来，包成一个圆形。然后这个开口的地方，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指头来看到底是开多大的口，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套进来。然后我们造一个形出来，这个指甲的底部我们就做好了。但是它现在还比较的软，要待会儿粘上那些花片以后，它就会变得硬起来。好，这就是一个小指头的底，做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好了，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来开始调整第二个。它还有一点没有干，所以我们再晾一下。我们先来做它吧，先来做这个。看一下我这边有的花片有哪些啊？这个可以粘在这个位置，然后这2个可以粘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先把主体给定下来。你可以先排一下它的一个顺序，这个有一点偏大，如果用这个小的话，所以我们小的可以都用这个小的。哟，好，这个还是蛮难挤出来的。这个仿的绿松石需要用这个金色的边把它给圈一圈。这里呢用的是粘丝胶，因为这个胶的话，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很快会干，所以粘这个丝就特别的好用。其实这个真的不好粘，就是粘这个圈的时候。收口的地方的话，就是最好就是可以刚好合上，因
因为这个护甲的话它本身比较小，所以每个零件都做的比较精细。这里做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粘上去。但是这个呢，它有一点歪，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就是趁着还可以调整的时候，把它给调整一下，调整正。然后这里多余的地方剪掉，大概多了0.5毫米左右，但是它会拱起来，所以这个地方也要剪掉，就刚好，如果是刚好合适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材料包的话，主要还是要看大家就是的仔细程度，所以一定要仔细一点，因为它本身比较小。你也能想到这样的做法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脑洞比较大。但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那个护甲真的好看，就是拍出来特别高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第二个，它其实做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它会越来越小，就是我会给它搭配越来越小的珠子，然后直到后面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小，就是特别的小。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就是组装起来的话，它的整体效果就会由大变小，比较的好看。这次我们尝试把胶水就是抹在那个铝丝上面，看能不能简单一点，因为刚刚那个方法确实，如果手不是太稳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难。好，这样是可以的，这样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把胶水涂在我们的铜丝上、铝丝上面，然后剪掉，就是这里一定要最好能剪到刚刚好吧，就是刚好它这里可以粘起来。好，这个也做好了。这个做好以后，我们就把它给粘上去。它现在旁边还有一点粘，因为它刚刚才粘上那个粘丝胶还没有干，但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是直接把它粘在这上面，等它一起晾干。这2颗距离大概是2厘米，然后这个中间距离大概是1.5，然后这个是1，然后依次递减。那第二个我们粘好以后，我们就开始做第3个，就是慢慢制作这个过程。如果喜欢用 UV 胶的小伙伴也可以用 UV 胶粘，因为我的上一个视频是用 UV 胶粘的。为什么我上一个视频会用 UV 胶？因为 UV 胶它烤的话，它会干得特别快。其实这个胶也可以的，它只是干的要慢一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个洞洞，然后这个洞洞的话，这里呢我也就是可以用小的把它给填一下，就这样子的话就会更精巧一些。蓝色的我都用这种蓝色的小米珠来填。然后这个金色的里面呢，我就打算用这种橙色的小蜘蛛，这种橙色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橙色的，它更加的有那种清代的那种感觉。我们把最后一个也涂成橙色的，感觉我在涂颜色。趁这个胶水还没有干，然后我们现在呢再教大家使用一下这个掐丝器该怎么用。它是一个2头的，然后这边拧开呢，这里可以拿出一个芯子，然后这个芯子呢它其实是2头都可以用的，然后我们选择细的那一头，然后后面它还可以拧开，就是在这个位置还可以拧开，它还可以取出一个头子，也就是说它是4个头。然后我发现这个头是最小的，取出我们的铜线。然后剪一段我们能用得着的，这
将这个开口的两头，然后伸进去，然后把它夹紧。夹紧以后，首先你看一下拔得出来了，如果是拔不出来的话就可以了。很多小伙伴因为它夹不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就是这个缝它不是很就是严实。一般的话，像这种的话，就是一夹都会夹紧的。然后旋转你的右手，不管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反正你顺手的话就可以。然后旋转这根丝，然后2根搓成一个麻花丝，然后就好了。但是你不能搓得太稀。我在大家的作业中看到大家的这个丝啊特别的稀，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做的东西不精致，然后感觉有一点粗糙。如果你把这个丝掐得比较细的话，那么它做出来的话就会比较精致。好了，那么我们用这个来做什么呢？我们这里的话，先把钳子给空出来，把这个放在这里这个架子上，把它旋转成为一个圈。一个类似于花丝的一个东西，这样子。然后你越靠近手指的里面的话，就是这个卷的这个卷越大，把它剪出来。就这样的卷的话，就是因为左右两边嘛，所以的话就要做4个。我们这里先把它给做出来。做好了4个这个大的卷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来做4个比这个卷稍微再小一点的卷，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用钳子这样把它给打成一个卷，然后这个卷呢要比这个卷要小一点，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剪掉。这个小卷呢我们也做4个，因为左右各2个，就是4个。按照同样的方法做出大小不等的4种类型的卷，从大到小。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卷呢粘在这个上面，上面的那个胶应该干了，我就先粘一边吧，因为这样来回的这样转的话也不好，比一下大小有可能还要裁剪。做的时候尽量的就是可以根据那个弧度啊，把这个卷儿掰一掰，就是掰成那个弧形，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和我们的指甲护甲更贴合一点，不然的话就是直的这个就是贴上去以后不太好看。然后我刚刚掰了一下，你看刚好就是这样子，和这里的弧度是比较贴合的。然后我现在是按从大到小的顺序，然后已经粘好了，现在这个是最后一个。就按照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方法来粘，两面都是一样的。我们先把这边粘完吧，这边的话待会儿就是它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粘这些空隙的地方，我们把它给补全。这个连接环呢，这里呢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底，然后待会儿的话就里面可以粘一些弹珠啊什么的。然后这里前面呢，就是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小，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粘小一点的。先把这个地方小的可以粘0.2的弹珠，然后大的可以粘0.5的弹珠。这里好像已经晾干了，我再加一点胶。然后在这些卷卷的中间，我们也加一点0.2的。这里的话就要不要太多了，太多了的话就容易到处都弄的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我又在它的缝隙中这一排，然后加了一个0.2毫米的弹珠，然后这里还有这里也加了2个。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缝隙里面加2个红色的小珠子，不是红色，是橙色的小珠子。其实做这个最主要的就是粘贴和装饰，其他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我说这个是初级的教程。我们来继续粘贴这个旁边的这个装饰。我们要在最旁边的这个位置呢，粘上一个大的这个花托。Oh no！ 这个位置粘上花托，还是要等它干一下。接下来呢，就是增加各种细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差不多已经快完成了。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因为这边我还没有做，然后待会儿把这边粘上，和这边的方法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漂亮的护甲啦。待会儿再把这里收一下，因为还没有干，所以我不敢挤它。好了，按照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的那个护甲呢就基本上完成了。现在这个大的呢，它上面还有一些胶水没有干，但是没关系。然后我们已经看到大体的样子了。大家看这个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其实它就是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不停的往上面去粘一些扮珠，然后填补空缺就可以了。其实我每次做的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其实大家也不必去纠结它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我觉得只需要戴上去美就可以了，对吧？好，你看这个成色像不像是几百块或者是上千块才能够做出来的效果呢？好这个方法呢是我自己原创的一个方法，它并不属于是什么花丝镶嵌的那个传统的做法因为那个方法我现在还没有学，可能我就即将要去学到这个方法了，到时候再用那个方法给大家再做一对护甲。这个方法呢，就是看这个手工呢，就是大家就不要想它就是说能够保存几百年了，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它可能用个几年的话就完成它的使命了，所以大家就是那种什么不变色呀什么的，那就不要想了，因为金子也会变色的，金子用几年也会旧的，对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然后这个图纸呢，就是我基本上后面的材料包都会给大家出到一份图纸。然后这个花色的话，我到时候会在图纸中给大家详细的标出来所以呢，这就是用便宜的材料做出就是富丽堂皇的效果啦如果有喜欢的话，反正这个照片是非常好看的。如果有喜欢的话，就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好了，拜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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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是自家 BGM 吗？小强子，快来给哀家嗑瓜子儿，好看吗？